兄弟们，如果我告訴你一個國家的高鐵夢只堅持了8天，就把自己搞成了國際笑話，你信不信？前腳剛跟德國西門子簽完合作協議，後腳越南最大財團直接掀桌子跑路，股市一片哀鴻，老闆一天蒸發近200億美元。這不是商戰大片，而是現實。今天這一期我們就來聊一個特別有意思也特別有代表性的案例。越南高鐵為什麼說離開中國就鬧笑話？又為什麼說越南這一通折騰反而幫了中國一個大忙？南北一線圖中畫，8日未醒先自塌。西門一指千軍落，不敵算盤一身趴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老友記，我是大釗。今天的主角越南，他們花了10幾年折騰一條高鐵，從2006年喊到現在，不僅沒有修出1米軌道，反倒在今年年底給全世界演了一場8天就翻車的大戲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這場鬧劇最後所有人都看明白了，越南繞來繞去不僅把自己逼到了絕境，還變相給中國高鐵做了一次全球最強的背書。那麼這越南到底想要什麼？答案很精緻利己。很多朋友可能會說，越南修高鐵，這不是好事嗎？東南亞發展，中國不也支持區域互聯互通嗎？這問題就在這兒。越南想要的不是合作，而是全拿。咱們把時間撥回到今年的5月，這越南政府官員跟中國的相關企業負責人坐在一起，聊得很熱鬧。表面上是希望中方企業參與越南高鐵建設，同時推動中越鐵路互聯項目落地。但弦外之音是什麼？翻譯成人話就是一句話：你想修中越鐵路互聯，那你就先幫我把國內高鐵給修了。這就叫項目捆綁。更狠的還在後邊。咱們來看一下越南給中國的條件：100%技術轉讓加全額墊資。你聽，這哪是什麼合作嗎？明擺的挖坑。越南給所有競標企業開出的條件，堪稱基建界天花板級別的離譜。第一，核心技術100%無償轉讓。第二，投標階段提前簽署完整技術轉讓協議。第三，越南政府沒錢，你們全墊。第四，總造價670億美金。我就問一句，你這是修高鐵還是修技術提款機呢？2006年，越南第一次提南北高鐵，中企去過，看過，算過賬。到2023年，這條件一擺出來，所有中企集體撤退。不是中國企業不行，是這條件不說挨了求了，也是挨了個懶。史記裡有句話，欲取之必先予之。這越南反過來，欲取之不給也要取，沒錢沒技術，還不願意承擔風險，全靠畫大餅加政策綁架。4個字典型的空手套白狼。問題是你想套人狼，狼也不是傻子。話說回來，咱們把時間線拉回到今年的12月，看看越南那場讓全球笑掉牙的8天高鐵夢。當地時間12月25號，越南最大的企業集團 Vingroup 突然發布公告，說要正式撤回今年5月遞交的南北高鐵項目投資申請，把錢跟精力轉到其他的基建跟能源項目上。大家可能沒啥概念， Vingroup 可不是一般的公司，是越南的國民級巨頭。老闆是越南首富潘日旺，相當於越南的華為加萬科。就是這樣一家被越南政府寄予厚望的企業，居然在關鍵時刻掉了鏈子。更諷刺的是，就在宣布退出的1周前， Vingroup 旗下的高鐵公司剛和德國的西門子簽了合作框架協議，高調宣布要從德國引進技術，先修2條短途高鐵鏈手。從高調簽約到緊急退出只用了8天。這波操作直接讓越南高鐵徹底淪為國際笑柄。消息一出， Vingroup 旗下的股票集體跌停，潘日旺一天就虧了近20億美元。家人們，20億美元相當於140多億人民幣，要是換一般人，肯定得硬扛着。但人潘日旺寧願虧這麼多也要跑路，這說明什麼？說明越南高鐵這個項目根本就是個無底洞，誰碰誰倒霉。可能有人會說，是不是 Vingroup 太慫了？還真不是。潘日旺跑路前其實算過一筆明明白白的賬，如果接手這個項目，未來30年每年的收入大概是56億美元，但光日常運營成本就要42億美元，
這還沒算670億美元本金的利息、設備折舊跟維修費用。這麼一算，每年都是淨虧損，而且一虧就是30年，換誰都得跑。所以温格罗夫之前給越南政府提了個條件，自己出20%的錢，剩下的80%要靠越南政府給35年的零息貸款，到期只還本金。這個條件聽起來很苛刻，但咱們看看越南政府的財政狀況就知道，不是溫格羅夫貪心是越南政府真沒錢。根據中國領事服務網的數據，2024年越南的國家財政收入大概是780億美元，而這條高鐵的造價就高達670億美元，快頂上全年財政收入的90%。讓越南政府拿出這麼多錢來搞零息貸款，根本就是天方夜譚。這就是越南高鐵的第一個致命痛點，沒錢還想辦大事，純屬空手套白狼。其實越南修高鐵的想法早在2006年就有，當時他們就喊出要建一條貫穿南北的高鐵，全長1541公里。那時候他們就找過中國的企業，但咱們好幾家中企都派人去考察，還參與了前期的可行性研究。但越南從一開始就沒安好心，他們想要的不是合作，而是白嫖。到了2023年越南更是把白嫖寫進了招標條件裡，所有的競標企業必須100%無償轉讓核心技術，還要全額墊資670億美元。家人們，這條件誰能忍？核心技術是企業的命根子，無償轉讓相當於把飯碗送給別人。670億美元全額墊資，相當於自己出錢出技術，幫越南建高鐵，最後還不知道能不能收回成本。所以當時所有中企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退出。這時候越南的第二個痛點就暴露出來，沒技術還眼高手低。高鐵不是普通的公路，是技術密集型產業，涉及軌道、車輛、信號、供電等上百個核心技術領域。全世界能獨立搞定全產業鏈的國家，掰着手指頭都能數過來。中國、德國、日本也就這仨。越南自己啥技術都没有，全靠依賴外國，卻還敢提這麼苛刻的條件，簡直就是異想天開。可能有人會問，既然中國不行，那找德國、日本不行嗎？越南還真這麼想過，而且也嘗試過。這次溫格羅夫找的就是德國的西門子，但為啥8天就黃了？因為德國的方案根本就不接地氣。德國高鐵雖然技術先進，但適合的是歐洲平原地區，而且造價極高，建設周期極長。越南的地形是什麼樣？南北高鐵沿線全是山區，橋隧比極高，建設難度非常大。別說德國西門子能不能搞定，就算能搞定，造價起碼還要再漲30%，越南更承受不起。之前還有個美國投資聯盟吹噓要給越南投1000億美元建高鐵，結果呢，現在越南政府根本聯繫不上他們，連注冊地址都被注銷，純屬來騙關注。所以你看，不是越南不想找別人，是別人要麼不靠譜，要麼條件太苛刻，根本沒人願意接這個爛攤子。這時候不得不提中國高鐵的優勢。《論語》說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中國高鐵能在全球範圍內站穩腳跟，靠的就是硬實力。咱們先看技術，中國高鐵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，已經形成了全產業鏈技術體系，從勘察設計到施工建設，從車輛製造到運營管理，每一個環節都能做到世界頂級。而且中國高鐵的適應性極強，不管是高原、山區還是沙漠，都能搞定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尼的雅萬高鐵，這是中國首個海外高鐵項目，全線長142.3公里，橋隧比高達76%，要穿過地震帶、熱帶雨林，建設難度比越南高鐵還大。但咱們中國企業不僅按時完工，還實現了350公里的設計時速。雅加達到萬隆的旅行時間從3.5小時壓縮到了40分鐘。截至2025年10月，雅萬高鐵已經累計搭乘旅客1200萬人次，安全運行里程突破了565萬公里，成為了東南亞高鐵的標杆。除了技術硬，中國的合作模式也更靈活。就像雅萬高鐵，咱們採用的是合資建設加運營的模式，還幫印尼解決了融資問題，提供了45億美元的貸款。而且在建設過程中，咱们還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，累計創造了5.1萬人次的就業，培訓了4.5萬名印尼員工。這種不僅幫你建，還幫你發展的合作模式，
全世界只有中國能做到。再看中泰高鐵，現在一期工程已經完成了 35.74%， 預計2028年通車，二期工程也已經獲批，預計2030年完工。這條高鐵建成以後，將連接中老鐵路，直接抵達昆明，成為區域互聯互通的關鍵樞紐。這兩個案例都證明了中國高鐵不僅建得好、建得快，還能真正幫合作國家實現發展，這就是咱們核心競爭力啊。回到越南高鐵的問題上，他們的第三個痛點就是把基建政治化，捨近求遠，最終害人害己。越南一直有個顧慮，就是怕過度依賴中國，所以在重大項目上總是刻意排斥中國，寧願找西方企業，哪怕工期更長、成本更高、技術更不適用。但他們忘了，基建的核心是實用，而不是站隊。把基建項目烙上政治的印記，注定會失敗。就像這次Wind Group找德國西门子，明明知道中國方案更適合、更便宜、更靠谱，卻偏偏要捨近求遠。結果呢，8天就翻車，不僅虧了錢，還丟了面子。這就是道德經所言：不知常，妄作，凶。不懂得事物發展的規律，盲目行事，必然會招來災禍。說到這兒，可能有家人會問：越南高鐵鬧這麼大的笑話，怎麼就幫了中國大忙？這就要從2個層面來看。第一個層面，越南用自己的失敗給中國高鐵做了一次全球免費的廣告。之前還有人質疑中國高鐵的技術實力，覺得咱們的優勢只是價格便宜。但越南試過了德國、美國的方案，最後都以失敗告終。這就反向證明，在全球範圍內能按時、按質、按量完成越南高鐵這種高難度項目的只有中國。現在全世界都看明白，中國高鐵不是便宜，是性價比最高，是最靠譜的選擇。第二個層面，越南把所有其他選項都給排除了，最後只能回頭找中国。現在美国的投資联盟跑了，越南最大的企業 Wind Group 也退出了，剩下的竞标公司要麼是空壳公司，要麼是需要靠越南央行借錢才能活下去的濒臨破產企業。可以說越南繞了一大圈，最後還是回到了原點。如果他们還想把高鐵修起來，就必須放下偏見，找中國企業來合作。而且今年5月，越南政府官員已經找過中國企業會談，表達了希望中方參與高鐵建設，推動中越鐵路互聯的意願。當時他們還想把這2個項目掛鈎，讓中國為了鐵路互聯而幫他們建高鐵。但經過這次鬧劇以後，越南的談判籌碼已經少了很多。如果他們真的有誠意，就必須放棄那些苛刻的條件，拿出合作的態度。其實對於中國而言，合不合作都無所謂。但如果越南真的願意真誠合作，對咱們來說也是一件好事。一方面，中越鐵路互聯能促進2國的貿易往來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；另一方面，通過這個項目，中國高鐵能進一步鞏固在東南亞的影響力，讓更多國家看到中國基建的實力。孟子說：“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”中國高鐵之所以能在全球範圍內得到認可，就是因為咱們秉持的合作共贏的理念，而不是像某些國家只想着掠奪跟控制。總結下來，越南高鐵這出鬧劇從頭到尾都是一場自作自受的悲劇。他們沒錢沒技術，卻偏偏要眼高手低，提苛刻條件排斥中國，結果把自己逼到了絕境。而對中國來說，越南的失敗恰恰證明了咱們的實力，也讓全世界看到中國高鐵的唯一性。這波反向助攻雖然不是越南故意的，但效果卻比咱們自己宣傳1萬句都好。下期再見。